我们今天开始看路加福音第14章。在第14章的开头，路加记录了一个在安息日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互动这个故事。如果你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刚才13章刚刚讲过安息日的事情，对吧？那怎么又讲了一遍呢？怎么又讲了一个故事呢？所以这个故事啊，它的重点呢，其实并不在于安息日本身，它的重点呢是在于这个法利赛人。因为第14章的开始是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啊，所以整个14章都是在处理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那所以这个重点呢，不在于探讨安息日本身能不能够工作，而是来探讨法利赛人背后的问题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到底从神的眼中来看，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自卑。那接下来耶稣又在这个宴席上吃饭的过程当中，又讲了第二个这个故事或者这个比喻，那就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啊？那最后这个12到14节，他其实就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了，就是说也不是比喻吧，就是他说你去看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你要请什么样的人哈？那神就给了我们一个神国度当中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去做，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啊？所以其实是有两个反例加上一个正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来看1到6节，在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所以你看，耶稣去吃饭，法利赛人为什么请耶稣吃饭？鸿门宴，对不对？请你来吃饭，不是觉得要这个尊敬你，而是要什么？目的是什么？要窥探你，就抓你的把柄啊！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法利赛人，耶稣要对付的是这个法利赛人，不是在处理安息日的问题啊！所以耶稣来吃饭，这个吃饭本身并不是为了吃饭啊，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来去展现出神国度的一个价值观。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所以神其实他更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对神的认识，我们内在的这个价值观，而不是外在你的行动你看他们好像对耶稣很好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其实你挑不出他们的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耶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向他们展现透过这个安息日来向他们展现他们内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在他们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人，就是水肿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你看不仅有法利赛人，还有律法师他们都在。然后耶稣就挑战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却不说话。然后耶稣就治好了那个人，让他走了。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好，如果你看这个这一段故事你发现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说话？耶稣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是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可对安息日的这个规则那非常清楚的。如果我问你在旧约里面，上帝有没有要求说安息日不能治病有没有？没有。有。安息日不能工作，不能做工，那能不能治病呢？没说对，所以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在旧约的这个律法当中其实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正如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如果你的这个牛驴掉在井里面不能把它拉上来，或者是也没有规定说牛和驴安息日就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没有所以耶稣也说，安息的时候你们不还是去给他们水喝吗？对吧？给这牛羊给他们水喝吗？那所以没有规定，但是呢，犹太人的口传的这个传统就是他们的一个文化传统吧，这样说，他们认为呢，安息日治病呢，整体上来说呢是，除非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病，或者是那个人快死了，非常紧急你去帮他救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平时的时候为了不要去触犯这个安息日，那最好就是什么工作不要做嘛那治病也不要治但是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说就不能治。可是耶稣在这里治的这个人呢，他们会
对他们来说有一个挑战是在于，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急性病，他是一个慢性病，对吧？他可以等到第二天的耶稣再治他，对吧？但是耶稣偏偏非要在这个时候治他，因为他不那么着急啊，他这个水肿啊是可能已经很久了啊。那么耶稣来治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虽然律法上也没有这个规定，但是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耶稣挑战他们。其实耶稣在挑战他们什么？是他们的理性吗？是跟他们讲道理吗？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这个道理的，对吧？所以耶稣说：“你们中间有牛驴掉在井里面，你不拉吗？”当然他们会拉啊。那耶稣在挑战什么？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反对耶稣呢？你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对安息日这个解读，也不在于说耶稣医治病行了一件善事哈，好像就是这个行善是多好的事情，对吧？好像都不在于这些。他们为什么不回答？他们为什么不能对答？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背后的原因，接下来从第7节耶稣就说了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啊，耶稣怎么批评他们的？耶稣指出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骄傲自大，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慢，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是指出他们背后的问题。他们其实并不，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并不仅仅是探讨一个律法的上面的一个解释的问题，他是在处理人心的问题。法利赛人跟这个律法师，他们为什么要窥探耶稣？为什么他们跟耶稣有这样的冲突和张力？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个律法不仅仅是对的，而且他们以他们这个律法或者他们整个文化的传统为骄傲为自豪。甚至他们觉得说，如果你不遵行我们这个犹太的这个律法，包括那些外邦人，他们根本都不把外邦人当人看，对不对？他们觉得那些你根本都不配跟我们说话，你们这些外邦人，我都跟你们都吃喝，我都不跟你们一起的，对吧？我从撒玛利亚走都要绕过，我不愿意踏上你们的这个土地。所以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说他们对这个经文的解读是怎么样的，而是他们这种理解所给他们带来的一种背后的骄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跟他不一样的看法，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尤其是耶稣的重新的一种解读或对他们的挑战，甚至在逻辑上、在理性上，他们是完全这个没有道理的，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并没有耶稣讲这些话就说耶稣讲得很对哦，好像不是这样的，好像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他们没有这样的态度，他们用沉默来去抵挡耶稣。如果你你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你会觉得谁更骄傲？对，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不说话。可是耶稣在这样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甚至当着他们的面挑衅他们，把这个当着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面医治了这个病人的时候，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他们会觉得耶稣在挑事儿，耶稣在故意找麻烦。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要表现得很谦卑，所以他们没有回应。而耶稣在接下来就会说这个自高的和谦卑的。那这个就引出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了。你发现在第13章我们一直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国度跟这个世界的国度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国也在谈论这些话题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我们要有爱，我们要包容，要接纳。而上帝的国也在谈论这些问题，可是你发现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在第13章的时候，我们讲了很久就是上帝的国它有它一套的标准和价值观，对不对？有它一套的价值体系。神的国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这个世界有它另外一套体系。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其实在展现出那个在上帝国度当中认为的骄傲和自卑是什么，认为的真正的谦卑是什么，而不是人的文化当中的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知道了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东方的文化当中，对骄傲和谦卑的理解和在西方文化当中对一个行为骄傲和谦卑的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一样的？你知道，如果你接触日本人你知道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会根据
他们鞠躬的程度、那个角度，来表明他们的一种谦虚，表明他们一种谦卑，对不对？啊，鞠躬鞠得越深哈，他会对你的尊敬就是越深，是吧？甚至在这个对你的这个鞠躬的过程当中，他是不能直视你的眼睛的，他不能就是包括晚辈对长辈哈，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姿态。可是，在西方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三一有个教授，有一次他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的一个亲戚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生意的。有一次他跟日本的一个公司，他们去谈一个生意，然后他去谈的时候就到了这个会议厅，谈完之后出来之后，他就说，我不信任这些人，我不信任这些日本人。他说为什么？他说整个过程当中，这些日本他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们肯定 something fishy， 他们肯定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东西，啊，觉得是不是这个合同里面他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了，我现在我要谨慎一点，啊，所以你知道。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他们认为说你这怎么你跟我讲话，你都这点头哈腰了，然后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你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对西方的理解，他不是说你是谦卑，你是对你的尊敬，他反倒理解是你有很 tricky 的东西在背后。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就好像你在美国你找工作的时候，老板问你去面试。你一定要说我的成果怎么样，我达到的业绩怎么样，我能够做到什么，对不对？你不能欺骗其实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就别想找到工作。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当然你可以谦卑我不行怎么样哈。可是在这里，他们不会认为你的这种表达是一种谦卑。所以我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认为的谦卑和骄傲。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骄傲？很多时候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判断，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判断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明白说，神的国到底认为什么是真正的骄傲，什么是谦卑。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在去判断别人的时候，容易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理解的骄傲，我们理解的谦卑，我们理解的荣耀，我们理解的羞辱，来去判断这个人，但是你其实没有从圣经的角度来判断。所以那你说，那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谦卑骄傲，那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谦卑和骄傲呢？那我给大家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这个神国的价值观。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宣教会议，在一个农家乐，在一个山上然后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有很大的一个餐厅。那他们会接待不同的 group 不同的人那我们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宣教，但我们都伪装的我们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伪装成参加一个什么游乐，反正就是一个社团。那在那个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社团。那么平时呢，你都在不同的会议室开会，大家都没有什么交集。但是呢，在吃饭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吃饭的，因为他那个地方很大那吃饭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吃饭。我们当然认识的人，基督徒就坐一桌嘛。吃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嘛，我们就小声祷告，祷告完然后就开始吃饭嘛。我刚祷告完呢，我就发现我后面那一桌他们呢是一个就是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少年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是那个相当于领队吧也带他们说好，现在我们吃饭之前说我们要做什么他声音很大，我旁边人都听得到那些孩子就把筷子拿起来放到手上，然后这样，然后我当时我还以为我说这一桌是不是也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开会人很多，我们不知道谁是谁嘛我说是不是他们要吃饭前要祷告嘛结果那个人就说了好，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然后他就说了什么感谢苍天，感谢大地，感谢农民伯伯，然后最后跟他们说这个背那个叫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完好了，大家可以吃饭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什么，他们是一个所谓那个叫什么中国传统的一个 camp， 就是说他们教《弟子规》，教《三字经》然后呢要训练你的感恩之心我们是在那感谢什么？他是感谢苍天反正
反正他们讲完这个之后呢，我其实当时也挺震撼的，我就说，哎，如果一个不信的人啊，他从外面看这两桌，感觉哎，这两个他们都挺有感恩之心的哈，他们那个感谢农民伯伯哈，感谢苍天，感谢大地啊，那这个好像他们也在感谢啊，感谢神。那差别是什么呢？你说，你说人有感恩之心不好吗？当然好，他们这个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就是对下一代这种教导，也是希望他们可以有这个心存感恩之心嘛，对吧？所以你看，不信的人，这个世界他们也说你要感恩啊，那基督徒也说你也要感恩啊，那个差别是什么呢？哎，那个差别是什么？就是说都是感恩啊，那你说到底哪一个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哎，他们基督徒都叫人向善啊，都是很好啊，都是知道心怀感恩之心啊，他们都很谦卑啊，都很好啊。可是，在神的眼中来看，真的是这样吗？就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其实这些你发现，在所谓的这个三字经啊、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都说啊，你为人要和善啊，你要有谦卑啊，你要和平，你要忍耐啊，是不是？那我干嘛还要信主呢？我不需要信主啊，我可以去好好的操练我的忍耐、我的谦卑啊、我的喜乐，我有节制。我为什么要信主？如果那是圣灵结的果子，是这些道德主义的东西，那我可以去练习吗？我为什么非要信耶稣呢？所以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什么？所以世人也说你要谦卑。谦卑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不对？不信的人也知道这个道理。圣经里面也说你要谦卑，是一样的吗？所以我要挑战大家，就是要思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同样的术语，你要感恩，你要谦卑，你要这些，但是其实我们讲的很多可能是文化里面的。就像犹太人认为的，他们认为他们为什么骄傲，他们为什么自大？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律法，他们守安息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去理解这些道德，那我们跟不信的人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里面的差别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好的品格，它和我们世人所练出来这些品格的差别是什么？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那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你那个是人结出来的果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所有的谦卑也好，你的这个我们讲的圣灵所结的这些果子也好，这些品格也好，它都是跟神联系到一起的，它都是从神来的。而你的那个感谢苍天，感谢农民伯伯，那个东西它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从人来的一种这种感谢，所以这是有本质的差别。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走到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只感谢神，我从来不感谢人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我就听过有个这个慕道友也就讲过这句话，他帮助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马上就说感谢主，他就很生气，他说你咋不感谢我是我帮了你，你咋不感谢我？你感谢主是不是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去感谢人，而是当我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回到神的里面，知道说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那么在神的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谦卑呢？神认为的谦卑是怎样的谦卑所以彼得也说，你们要自卑，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所以这个谦卑跟谁是联系到一起的？跟神是联系到一起的，是在讲你跟神的关系，不是你跟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那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是吧？他们的问题就是在第6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然后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然后几个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他并不是说讨论这个安息日本身，他最关键的是他不服神的权柄，他不服神的解读。当耶稣说向他们挑战，在解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还持守他们文化当中的、他们宗教当中的那些认识，他们不愿意放下，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手下，他们不愿意把他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反倒是什么？我就抓住我的这个文化当中，我就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
你只要做了，你就冒犯到我了。所以你看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们守安息日，是他们把这个东西自我绝对化，然后呢，把这个变成他们道德标准，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圣经当中所讲的谦卑跟世人所讲的谦卑是不一样的。圣经当中所讲的谦卑是你的生命的主权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个是真正的谦卑。而骄傲是什么？就是你不服神，你不愿意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你不愿意服在神的这个能力之下。在做选择、做判断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你更多想选择的是什么？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想听神的话，这个叫骄傲。所以人和人之间，如果一个人说你很骄傲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对不对？他说你骄傲，可能他会觉得你不听他的话但是在神的眼中，认为的骄傲不是你不听他的话，而是你不听神的话。理解这个意思了没有？所以人认为的这种骄傲或者是谦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日本的这个例子一样，很多是在文化当中的认识，是在我们我们个人的这种理解。可是在神的眼中来看，那个谦卑是跟神直接联系到一起的，不是跟人联系到一起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强调一件事情叫舍己呢？ Deny yourself 呢？就是其实这个舍己就是谦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我们 deny yourself， 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个叫谦卑。接下来耶稣就讲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他在吃饭的时候看到请的这些客都来了，他们就跑到首位因为当时他们吃饭的时候是那个桌子是摆成一个 U 字形那在 U 字形的最中间呢就是上位然后呢离这个中间越近就是上位，离得越远就是末位而这些人来了之后就怎么样，然后都选择首位。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说你要去吃被请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被他请来，然后呢请你的人就是主人了，就对你说你不要坐这儿然后你就羞羞愧愧的到末位上。你被请的时候你就坐在末位上，好像那个主人来的时候说朋友请上座，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光彩了所以耶稣对这一段的总结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几个，就是尊贵羞耻，光彩就是这个光荣什么是荣耀的。所以耶稣在讲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真正的耻辱。那在讲这个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是荣耀的，哪个是耻辱的？你说这两个人是谁？看不清看不清就对了，我故意就让你们看不清，因为他们不重要这个在冬奥会呢，一个人这个是代表中国的谷爱凌，另外一个是代表美国的这个叫什么刘美贤他们都拿到了金牌。那如果我问这个问题，谁是荣耀的，谁是羞耻的，你该怎么回答？从中国人的角度，从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国官方的，他们会怎么来评论谷爱凌，怎么会来评论刘美贤？他们站在谁的一边？他们觉得谁是荣耀的？那当然是那个披着中国国旗的咯，是不是？可是在美国这边呢也许你们有看新闻是不是有新闻对这个谷爱凌的一些批评，是不是在美国这边的，对不对？所以虽然他们都拿到金牌，可是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有的人认为他们是荣耀的，有的人认为他们是耻辱的一个人在这边是荣耀，到那边变耻辱的了，为什么？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荣耀和耻辱是从人的文化、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判断的，不是从神的角度来判断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认为的荣耀，可能另外一个人认为是耻辱的；一个文化认为的荣耀，可能另外一个文化认为的是耻辱的。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荣耀跟耻辱的时候，你尊贵和这个羞耻的时候，在这一段的关键是什么？他的荣耀跟耻辱是跟谁联系到一起的？是谁来决定的？你看到没有？是谁决定的？是主人。你说对了，是谁让他走到下位？是谁让他请他到上座？对，是主人所以在箴言里面呢，
有特别讲到哈，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所以在旧约里面早就讲到了荣耀跟耻辱是跟什么联系到一起了？是不是？是谁说你荣耀，谁说你耻辱啊？是这位王，对不对？如果你在王面前妄自尊大，那王就可以让你这个羞耻，对不对？所以这个荣耀跟耻辱不在于我们自己本身，而在于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在神面前，神的一个判断所以那个被擒的人也是一样的，对吧？你这个你坐在首位的时候，那个主人说你不要坐在这里是主人决定你是荣耀的还是羞耻的不是中国决定，也不是美国决定了，是神决定的。所以耶稣其实在培养我们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就是天国的一个眼光，让你看到底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羞耻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5章的时候，特别就指出法利赛人的问题。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你们互相夸奖，互相觉得自己都很好，就是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你们怎么能信我呢？所以耶稣把他们的核心问题点出来。你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有荣耀你做得很好，你很棒，你很厉害，可是你从来没有去求神来的荣耀，你从来没有去求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神是不是觉得这个是荣耀的？而你人都觉得是荣耀的大家都觉得是荣耀的，有什么用呢？如果神觉得不是荣耀的，有什么用呢？所以耶稣他就特别要强调说，你一定要看神来的荣耀是什么所以耶稣才会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什么意思？就是你人认为的高，人认为的荣耀，在神面前可能是反过来的。甚至我都信心更大一点，把那个可能去掉。从世人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认为的荣耀，在神那里看的就是耻辱的。因为我们有特别讲到神国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国度是完全相反的，还记得吗？对不对在路加也特别提到，人认为尊贵的事情，神认为是憎恶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受到一种拉扯，就是世界的人认为这个是荣耀的，这个是好的，可是在神的眼中来看，甚至是耻辱的这个就好像我说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们对于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认信的真理，他们不屑一顾，他们觉得都是无稽之谈，他们不觉得这是荣耀，他们不觉得十字架的这条路是荣耀的路。可是一个真正被神所重生得救的人，更新的人，他会像保罗一样说，我现在看万事为粪土，看基督为至宝。以前我觉得与我有益的，我现在看了都有损。以前我认为这个世界对我好的东西，我现在看了对我的生命都是有损害的。他整个完全的生命的反转，他不再看这个世界的荣耀，他也不看人的荣耀，他现在只追求呢神来的荣耀。而耶稣基督呢，其实就是把这样的一种荣耀、一种谦卑呢，他自己用他的榜样、用他的行动向我们展现出来。那我就让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你注意我标红的字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关键字的联系你看一看耶稣他是怎么样反转，怎么样向我们展现神国度的荣耀，神国当中的这种谦卑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感谢主，你看到没有？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谦卑？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谦卑虚己，他存心的顺服天父，神给他的这个旨意让他去做，哪怕人有阻碍，他没有听人的声音，
他听神的声音，他听天父给他的呼召，给他的这是真正的谦卑。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因着他做这些事情，他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他求神的荣耀，他也展现出了神的荣耀。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感谢主，不要以这个世界的人的心为心，不要以我们自己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从人的角度来看，当他挑战法利赛人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说话，不吱声，看起来很谦卑尤其在我们东方的文化，声音讲话讲那么大的，就是这个人太骄傲所以很多人讲我骄傲，就是你声音讲话那么大所以这个是文化当中的认识。我的确我承认有些时候有些人讲话一激动了，或者是声音大了，就觉得你看你不谦卑。可是你看到法利赛人，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沉默呢，他里面的谦卑更严重跟这个骄傲更严重，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他讲话和不讲话表明他是不是骄傲或者谦卑，而是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顺服神，这个才是关键所以神，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愿意顺服，就表明我把我的想法，我把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的情感，我都放下，我来听神的这个带领，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这个叫谦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让你升高然后你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那神在神来看，这就是荣耀了。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就举了这个例子，一个正面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这个荣耀，什么是真正的一个谦卑他就说耶稣就对其他人说，你要摆设午饭或者晚饭，不要邀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居，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残废、瘸腿、瞎眼，你就有福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所以耶稣最后一个正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你注意看这个对比。他说你不要请朋友、弟兄、亲属、富足的邻居，是不是就是字面意义上我们以后不要请朋友吃饭，是这个意思吗？他其实在做一个对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当你去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请跟你有关系的，甚至是你觉得对你有益的人，对不对嘛？跟你有联系的嘛。这个是世界的运作就是这样嘛，对吧？我吃饭并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谈生意嘛，是为了建立关系嘛，对吧？这个是世界的运作方式。而耶稣说你反倒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他其实就在挑战这种模式，让我们能够就是说不要以世界的价值观来做判断，而是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相反的角度来去做。如果你看这个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这几个人这几种人你会想到什么？其实你会想到耶稣他讲的话，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是为了谁来的？他就是为了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当然不是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我们都是贫穷的，我们都是瘸腿的，我们都是瞎眼的那在这里，其实耶稣是挑战我们人类的文化，就是说你在你的文化当中你去接纳这些人的时候，请客吃饭的时候，你接纳他们，你就只接纳你的朋友、兄弟、亲属和这些有钱的邻居。可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不是这样看的，耶稣来他接纳的就是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就是我们。因为在世界的运作当中，那些人可以报答你，你请他吃饭，你可以得到好处，得到回馈，所以我才这样做嘛。可是在在神的国度当中，神却说什么？你在做这些事情时，你不要求报答。不是说你不能请朋友弟兄吃饭，而是你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不要求什么报答，你要借钱给别人你就借，你不要指望偿还，是这种心态然后呢，因为你知道你做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是为神而做的。然后呢，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看耶稣甚至把这件事情一直拉到他再来最后的上帝的这个审判当中。他说到那个时候呢，你要得到报答。你得到报答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些善事，而是因为你是为主在做这些事情，你在遵行神国的价值观，而没有在遵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你想要得到的报答是什么报答？不是从世界来的报答，不是人来的荣耀。就像耶稣说的，你们相互受荣耀不是要这些荣耀，我要的报答是从神而来的报答，我是为他而做的
所以耶稣只是举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突破我们的舒适圈，不要只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认为文化里面认为好的、认为对的，我们就去做。很多时候，那个文化里面认为好的、对的东西，在神国度当中可能认为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的这个标题是说什么？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我最后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因为这个例子跟谦卑有关系。耶稣特别有讲到我们谦卑我们讲了这个谦卑的事情他说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提到。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是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OK， 怎么样叫谦卑是小孩子？你们觉得我们在座的孩子他们很谦卑吗？那什么叫谦卑像是小孩子呢？我刚刚说你们觉得这个孩子谦不谦卑？你说那是因为你从我们的文化当中判断的谦卑和骄傲，对不对嘛？我们觉得那他不谦卑，从我的标准来说不谦卑。可是为什么耶稣说谦卑要像是小孩子？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你看，神对谦卑的认识和我们对谦卑的认识很多时候不一样的然后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人。为什么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你如果看上下文，你知道是谁阻碍这些孩子来到耶稣面前？门徒他们为什么阻碍耶稣阻碍孩子到这个耶稣面前？因为他们吵。大人谈事的，小孩一边站，干嘛？我们看这个耶稣在跟我们开会呢，你这干嘛在这吵？是不是？耶稣说什么？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耶稣在讲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和这个人对这个孩子们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耶稣为什么让小孩子到我们这里来？我问你哪个更容易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是让孩子们去在外面打游戏、看 iPad、看电视容易，还是他们坐在这里听到容易？哪一种更容易？所以我经常在外面这个逛街的时候买菜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人推着孩子，孩子就是拿一个手机在那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容易嘛，不要吵嘛，不要麻烦我，对不对？不要打扰我，这样当然容易。就像我之前有分享，我第一次来美国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看到所有的孩子在那打 video games，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麻烦嘛，让他们安静一下就好了。就跟这些门徒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在跟耶稣谈事呢，你们这孩子在干嘛？在这吵吵。阻碍他们到耶稣面前。可是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人。如果你们不谦卑回转向小孩的样式，你们都没办法进去。哇，这种反转，你想想看，对于当时的门徒，那个是颠覆性的我要像这些小孩子这样他们要去反思到底耶稣是讲什么意思，对不对嘛？所以我们也要反思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教会孩子太吵了，太麻烦了，让他们都去打游戏吧，都出去玩吧，我们对神不负责任。我们在选择一个难走的路，让他们坐下来听到是不容易的，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参与敬拜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耶稣的命令和要求，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这叫谦卑。所以我们的真正的谦卑就是要顺从神的话语。如果你觉得我们很麻烦，就让孩子打游戏不用管他们，我告诉你，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远离神、离弃神，他们背逆神，你哭都没有眼泪。我们在神面前没办法交账，因为这些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他把他们托付给我们做父母的，是让我们在主里教育他们。这是一条难走的路，弟兄姐妹，我们全教会需要一起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这样教会才有希望。感谢主。所以我只举个这样的例子，让我们回去好好去思想，什么叫谦卑像这小孩子，从神国的角度来去反思。最后做总结，谦卑是以神为神，以主为主，来顺服他，否认自己 deny yourself。神的荣耀是我们最终极的追求。当我们谦卑顺服神，听神的命令，即便你会有很多的反对，即便这个世界都反对你，即便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嘲笑你，觉得你们很羞耻，你们很傻，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了。最后我们不求人的荣耀，我们也不相互受荣耀，我们要遵循的就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